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让你心头一紧、眉头一皱，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。这个话题最近在全球的财经新闻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它就是美债危机。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讨论，或者新闻媒体上看到美国债务上限、违约危机这些词？心里会不会冒出一个问号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的钱放在银行里，会不会突然就不见了？我的辛苦钱真的安全吗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要为你揭开这个看似复杂，但又跟你息息相关的美债危机的神秘面纱。我会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，它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我们口袋里的钱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你的存款到底安不安全？普通人又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呢？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把这个大问题掰开揉碎了讲清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地球上最强大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，它的钱怎么会出问题？美债危机听起来很吓人，但我们首先要搞懂它到底在说什么。简单来说，它指的是美国政府欠的钱太多了，快要还不起，或者说快要不能再继续借钱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普通的台湾家庭每个月都会有收入，比如爸爸妈妈的薪水，也会有支出，比如房租、水电、吃饭、孩子的学费。如果这个家庭长期入不敷出，每个月都得跟亲戚朋友借钱过日子，而且借的钱越来越多，像是办信用卡预借现金，跟银行借信贷，到最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银行也不敢再借了，那这个家庭就会陷入债务危机，严重的可能连日常生活都快撑不下去了。美国政府也一样，它有收入，靠人民缴税，也有支出，国防预算、教育补助、医疗健保、社会福利津贴等等，这些可都是天文数字。如果支出长期大于收入，他就需要想办法借钱来弥补这个赤字。怎么借呢？就是发行新的美国国债，这就像美国政府向全世界的人借钱，承诺到时候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而这个美债危机讲的就是美国政府借钱借到快碰到一个上限了，这个上限叫做债务上限 Debt Ceiling， 它是美国国会定的一个数字，限制了美国政府可以借的钱的最高额度。如果这个上限不提高，美国政府就不能再发行新的国债来借钱，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钱来支付到期的国债利息、公务员薪水、社会福利金，甚至连国防开销都可能付不出来。一旦走到那一步，美国政府就会发生可怕的违约 default。 那违约会发生什么事？这后果有多严重？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全世界最有钱、最守信用的大家长美国突然有一天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没钱了，欠大家的钱暂时还不出来，那会怎么样？一、全球金融市场大地震，引发大崩盘。你知道吗？美国国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，它就像全球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。全世界的中央银行，包括我们台湾的中央银行、大型金融机构，甚至许多国家的养老基金，都持有大量的美债作为他们最重要的外汇储备或投资。如果美债违约，就好像你觉得最安全的台积电股票突然变壁纸，大家会对全球的金融系统彻底失去信心。债市崩盘，大家会争相抛售美债，导致美债价格暴跌，利率飙升。这将连带影响所有其他债券的定价，因为美债是所有金融资产的定价基础。股市跳水，信心崩溃会引发全球股市恐慌性抛售，股价像瀑布一样狂泻。你可能听到新闻说台股今天又跌了多少点，但这在违约面前可能只是小菜一碟。金融机构危机，那些持有大量美债的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基金，他们的资产会大幅缩水，甚至可能面临破产危机，引发连锁倒闭潮。这就像一颗石头丢进平静的湖面，激起的涟漪会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。信贷紧缩，银行因为自身受损，会变得更不愿意借钱给企业和个人，导致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枯竭，
企业难以融资，个人难以贷款，这会大大拖慢经济运行。二、美元霸权地位严重受损。美元之所以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，就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美国经济和美国政府的信用支撑。我们日常出国旅游换美金，国际贸易用美金结算，都是因为大家相信美元。一旦违约，美元的信用就会被严重破坏，未来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考虑减少美元的使用，寻找其他替代货币。这会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变得混乱复杂，甚至可能引起国际汇率的剧烈波动。三、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，甚至大萧条，金融市场的混乱会直接冲击实体经济。消费和投资急冻，企业和民众对未来感到悲观，会减少消费和投资。企业倒闭潮，资金链断裂，订单减少，很多企业会撑不下去而倒闭。失业率飙升，企业为了自保会大量裁员，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。这可能不只是放无薪假那么简单，而是大规模的失业潮，影响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生计。四、连带影响台湾经济，你我的生活都受波及。台湾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，我们的产品主要外销到全球各地，特别是美国。冲击出口，如果美国经济衰退，他们的消费能力下降，对台湾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。我们的晶圆、电子零组件、机械设备等等订单都会锐减，这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厂商营收，工厂可能被迫放无薪假，甚至大规模裁员，你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影响。外汇存底缩水，台湾中央银行握有庞大的外汇存底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债。如果美债违约，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就会直接缩水，这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金融稳定。金融机构受损，台湾的银行、寿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了资产配置和追求稳定收益，也会持有一定比例的美债。美债违约可能导致这些机构的资产减损，进而影响他们的放款能力，让你未来想跟银行借钱可能变得更困难。进口物价上涨，台湾许多重要物资，例如石油、粮食、大宗原物料，都需要从国外进口，主要都用美元计价。一旦美元因信用危机而大幅波动，或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，这些进口商品的成本就会飙升，导致国内物价跟着上涨，你的每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就更少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？所以，各位朋友，历年来每次出现美债上限危机，美国国会和白宫都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惊险博弈后，在最后一刻提高债务上限，避免违约真正发生。因为违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，大到没有任何一方能承受。这就像一场极限边缘的政治游戏，双方都想借此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但谁也不敢真的让这颗炸弹引爆。那么你的存款会安全吗？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最担心的是，我的钱放在台新银行、中国信托、玉山银行这些银行里，会不会被波及？答案是，直接影响到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金额的几率非常低，但间接影响却不能忽视。首先，你存在台湾本地银行，例如台新、中信、玉山、富邦等的新台币存款，受到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CDIC 的保障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你存款的银行不幸倒闭，例如因为美债违约引发的连锁反应，中央存保公司也会在一定限额内，目前是每个存款人每家银行最高300万新台币对你的存款进行赔付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你的新台币存款是受到台湾政府和金融体系保护的，不会直接不见。然而，美债危机带来的间接影响却不得不防。
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。一，你的整体资产价值可能缩水，即使你的银行存款金额没变，但你投资在台股、海外基金、房地产，甚至是持有的外币等资产的价值，都可能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而下跌。举个例子，你辛辛苦苦存钱买了一间房子，如果美债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，台湾经济也受冲击，房价可能下跌，那你的总资产价值就少了。二，你手上钱的购买力会下降。我们前面提到，全球供应链受冲击，进口物价上涨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加剧。即使你的存款数字不变，但同样一笔钱，你明年可能买到的早餐数量更少，生活成本更高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变薄了。三，你的工作稳定性可能面临挑战。全球经济衰退，台湾的出口减少，很多企业会面临经营困境，这可能导致企业裁员、放无薪假，甚至降薪。如果你身处的产业链刚好是受冲击最大的部分，你的饭碗就可能受到威胁。四，未来借钱会变贵或者变难。如果金融市场因为美债危机而变得保守，银行放款就会更谨慎，贷款利率可能提高，或者你未来想贷款买房买车会变得更困难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与其过度担心你的银行存款会直接消失，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管理和保护好你的整体资产，以及确保你手上的钱具有稳定的购买力和现金流。普通人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呢？这才是重点。面对这种全球性的不确定性，我们普通人更需要做足功课，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。这里给你几个实际的建议。一，保持理性，避免恐慌性操作，别被新闻标题吓跑。每次美债上限危机都是一场政治博弈，通常都会在最后一刻解决。就像你看到新闻标题写全球末日，往往只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。不要因为媒体的恐慌报道而盲目地卖出所有投资，或者进行不理性的操作，例如把所有股票都卖调换成现金，结果反而错失了危机后的反弹机会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在这样的政治大戏中，保持冷静和耐心非常重要。二，分散投资，降低风险，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是老生常谈，却是金科玉律。资产类别分散，不要只投资股票。你的资产配置应该多样化，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在债券，例如投资等级债券、黄金、传统避险资产，甚至房地产、长期抗通胀资产。这些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市场波动时，往往会有不同的表现，能相互缓冲风险。地域分散，不要只投资台股或美股，可以考虑分散到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，或者全球型的股票基金 ETF。 这样即使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出现问题，其他地方的稳定也能提供保护。币别分散，除了新台币，可以适度配置一些美元、日元、欧元等主要外币，以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。但切记，外币存款的利息可能不高，主要是为了分散风险。三，保留充足的现金流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这是应对任何经济不确定性最基本的保障。紧急备用金，建立一个至少能支撑3到6个月，甚至9到12个月更加生活开销的紧急备用金。这笔钱最好放在流动性高、相对安全的地方，例如银行高利活存的数位账户，像台新、Richard、永丰、刀户等，或者货币市场基金。关键是，这笔钱不能拿去投资有风险的资产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紧急时能立刻拿出来用。现金流管理，检视你的收入和支出，确保每月有盈余，并把盈余存下来。四，主动学习，保持资讯敏锐度，别当资讯的傻子，多了解一些国际财经新闻，不只看台湾国内，也要关注全球的大趋势。当你掌握更多资讯，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，也能更好地理解台湾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。你可以关注权威的财经媒体，订阅专业的分析报告，或者收看像我这样的理财分享节目。五，投资自己，
提升核心竞争力，这是你最稳赚不赔的投资。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化，你的知识、技能和经验永远是你最宝贵的财富，而且是没人能从你身上夺走的。学习新技能，掌握未来趋势所需的技能，例如 AI 应用、数据分析、城市设计、数位行销等。提升软实力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创新思考、情绪智商等，这些是机器难以取代的。发展副业或多元收入，增加收入来源，可以让你在主业受到冲击时有更多选择，也能提高你的财务韧性。6. 减少不必要的负债，尤其是高利率负债，轻装上阵更轻松。在不确定时期，身上背负过多债务会让你如履薄冰。优先偿还高利率负债，像是信用卡循环利息这种年利率高达 10% 以上的负债，是财富的巨大侵蚀者，务必优先偿清。量力而为，贷款买房买车时，确保你的还款能力能够承受利率上涨或收入波动。美债危机就像一场每年或每隔几年就会上演的政治大戏，它固然有其真实的影响力，但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政治工具，是美国两党博弈的筹码。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，我们无法左右美国国会的决定，但我们能做的是提升自己的财务韧性，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，并保持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态度。这样，无论外面风浪多大，你都能稳稳地掌握自己的财富，不被轻易动摇，甚至能在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美债危机的看法，或者你有什么保护财富的独门秘诀呢？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